欧洲现在不能配合美国搞稀土，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快速的突围了，比如他3年之后就已经坐在了这40%全球分工的位置上，我拿什么跟他斗呢？到时候他就是我的新老大呀。到时候他把稀土白菜价一卖，我现在投进去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海湾看这个《沉默的荣耀》，说一个普通的士兵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打过来了，我要是牺牲了，我找谁拿抚恤金呢？我找台方拿抚恤金，估计他到时候都已经没有了。我找大陆拿抚恤金，我不是叛军吗？我找谁呀？哎，他这个顾虑非常好，欧洲现在也是这个顾虑，懂吗？欧洲也在想，我如果干了，万一我的老大倒了，我有了新老大，那我现在这些钱不是白投了吗？老大到时候就自然会把稀土白菜价值卖出来，我为什么现在干呢？所以他说，整个的博弈现在跟战争没有区别，我们攻心为上的第一点就是势不可挡的气势。我们快速冲顶的这个气势，让欧洲人觉得可能再等3年，这个稀土都自由了，所以他们现在才能每天磨着洋工，不肯把这个稀土搞出来，这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因为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不管政治怎么复杂，政治都依然掌握在人的手里，掌握在一群人的手里，而人又是被利益驱动的。只要你看清了利益的点和人的历史，其实你很好判断他们的倾向和当前的局势啊，这个就是我主要课上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快速突围这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突围要做，速度也要保证，同时还要保证内部稳定。那一旦快速，有的时候就会积累风险嘛，这是我们历史上带来的这个一个经验教训。所以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果不创新、不突破，美国卡脖子，就能把战线时间拖得很长，拖得很长，我们突围的成功率就会降低，西方的信心就会慢慢的在你磨蹭之中被撑起来。当时，俄乌烽火乍起的时候，认为说闪电战3个月就可以直接冲到基辅，连拜登当时都这么认为。后来发现呀，大俄你也不行，竟然没有打下来，优势这么大的情况，全无准备的情况下你都做不到，好，才会战线拖到这么长。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战线拖得很长，不能拖战线的重要的原点就在于不能被卡脖子。这个线能捋顺了吗？地缘不够安全，所以要快速突围，快速突围需要抓手，所以需要科技，科技必须依托于制造业，否则达不成安全稳定我们地缘形势的目的，所以要以实体产业为抓手，科技就作为实体产业突围的最后一个动能点向前冲刺。好，第二个就是刺激内需为引擎。刺激内需为引擎这个事儿呢，要从2点来看。首先呢，刺激内需嘛，大家都明白，那总得有钱才有内需嘛，对吧？那怎么样手里能有钱呢？田赋制度其实就是财税改革，这个才是关键啊。外需不稳定，我们需要个压舱石嘛，那就只能靠内需了嘛。那内需刺激的话，首先呢，它特意提到了，就是说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不许有痛苦消费。因为内需的话，经常有人比说，哎，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它的收入60%以上用来消费，我们国家只有37%。我告诉大家都消费在哪儿了啊？诉讼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有一个算一个。你找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只要你认识他，或者他在海外生活，你拿过来，你问他一下，占他生活比值的多少，肯定有20%。哎，只要加上这20%，看看我们现在38%，加上20%，不是刚好够了这个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线60%吗？懂了吗？这个就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平均消费水平有60%，前38个国家平均水平53.8%，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率仅为37.2%。这个就属于得了便宜卖乖。你为什么有37.2%？是因为你可以凭借37.2%活着。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哦，西方这个免费医疗，你要是不想小病等好，大病等死，都有家庭医生，正常一点的中产都有家庭医生。所以大家每次跟你说我们刺激经济的时候，它里面一定又提到了说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就是增量需求，在不涨水电费的价格，不增加教育和医疗的费用，不增加生活成本以及生存难度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句话一定要充分理解。比如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有这个学识，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我能提供更优质的知识服务，这个就是符合当前发展方向的。好，如果说刻意制造出市场的稀缺性，你没有投资顾问，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财富，这就变成了痛苦消费，懂吗？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首先，大家去理解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开哪些是增量消费，哪些是痛苦消费，而我们只能刺激增量消费。首先，刺激内需并不是单纯的刺激消费，刺激内需是需要以制度的改革为基础的，而普通意义上的刺激消费是为了完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点上来的。那么这一点上，你就要看到你手里的跟消费相关的标的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算不算新，算不算满足日益增长的新的需要，这个很关键。消费这里面就提到了投资于人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科技为优先，那么第二个支点就是投资于人。投资于人甚至可以看作是之后
每一个方面都贯穿始终的这一点，跟我们的历史是相关的。我们从古至今都只能是人本的，不能是资本的。如果我们真正以资为本的话，每一次这么做了，哪怕有一点倾向以资为本的时候，社会必然陷入大乱。其实不管是汉末、东汉末年，还是唐末，还是明末，都有很强烈的开始出现以资为本的倾向的时候，就会迅速的陷入动乱。所以看我们现在要加速的时候，反而要强调投资于人，也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体现。所以呢，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意看到啊，每一次提振消费的时候，包括跟各位选标的的时候，去看跟人有关系的，跟人的需求正向的需求增加有关系的，而不能在痛苦消费上面去着力。这个痛苦消费包括但不限于制造矛盾、增加对立以及制造恐慌和焦虑，这些都不行。不管是投在人口还是人力资本的都可以，不管是投给小孩的教育啊，还是增加这个人的培训能力等级的，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能是制造对立的，不能是制造痛苦消费的。第二，从方向上看，就提到了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民生问题，比如说呀，社保扩这个覆盖面啊，提水平啊，缩小城乡差距啊，民生从硬件到软件的升级呀。第三个就是提升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啊，教育啊，医疗啊，以及养老啊，这些都是要去提升的。还有提升这个生育相关的间接补贴的，教育相关公平的，都是可以让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的。现在提出的9073模式，就是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那么这3%的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会有一个服务和衔接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标的。那么消费这一块呢，消费补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啊。简而言之呢，发钱不可能，但是呢，促进大家消费，消费的好，消费的开心，消费的放心，这是一个关键。要跟人相关的，让人过得更好的、更幸福的、更安全的、更长寿的啊，以及消费的更大胆的，那就都是可以被大家重点关注的对象，跟人有关系的。接下来的教育也好，养老也好，医疗也好，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它会以提质为一个转型。大家要是比如说有做风投的，有做这个初创企业的，可以向这些方面去思考啊。这个先点到这里。